係嗰網友嗱，呢條片係講呢個高市早苗終於宣布咗解散國會，咁呢個就係呢樣嘢發生咗。咁我就講緊，其實佢贏嘅機會係點呢？佢嘅策略係點呢？啊，同埋我卡爾判斷，佢其實係一個豪賭嚟嘅，呢個係一個豪賭嚟嘅。呢個好啦，嗱幾樣嘢最受歡迎嘅，我講咩？減價咧，好受歡迎嘅，呢個就係咁就係呢一個Q10啦，個個都知嘅啦，食4個月㗎，488 122蚊個月，快啲集定啲啦！呢個羊腩煲168蚊啊，唔係減價都好賣㗎啦，而家超級減價。呢一個係開心果最靚嘅開心果38蚊，呢個蜂膠牙膏38蚊，抵到唔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號決定喺23號例行國會依此解散眾議院。而家放緊假，一返嚟開會就即刻解散國會。計劃喺27號就公告，然後投開票日係2月8號。從解散到開票只係16日，哇！呢啲好短時間選舉，你要提名幾日內提名，然後好快選舉。你要一早佈置咗先得。呢個宣佈解散，呢個高市早苗宣佈解散，但真係宣告就要23號，然後27號過咗國會通過呢一個係公告眾會選舉，然後開票解散係16日，呢個係，然後2月後半特別國會召集。呢個本次眾議院解散啊，充滿咗異數，充滿打破咗好多例子。嗱，由解散至開票日呢，岸田文雄係17日，呢個已經好短㗎啦。石破茂係18日呢個佢16日，係打破有史以來紀錄。咁令到嗰啲反對黨啊係唔夠時間準備嘅，因為佢自己有心理準備咧，準備多咗啲，即係要提名啲咩人，好匆忙嘅呢個國會一開就解散，就係60年來第2次啫。一開第一日就解散，佐藤榮作呢一個係，而係喺1月解散呢，就海部俊樹試過啫。呢個就係好啦。呢一個關於點解解散，首相解釋高市早苗已經進行嘅係關係國家根本嘅重大政策大改變，即係呢，佢嘅政策同以前嘅政策係唔同嘅佢要攞到人民嘅授權，因為上次選舉呢，就唔係佢選啊嘛，係石破茂選啊嘛。第二，上次選舉呢，就佢同埋呢一個公明黨聯合執政啊嘛，而家呢，佢同維新會執政啊嘛，咁所以原理上嗱，呢個係一個藉口嚟嘅，呢個係一個藉口，就係呢，重新攞到國民嘅授權跟住首相明確俾出選舉日期，朝野各黨進入被選戰狀態。佢嘅目標係執政黨取得過半數，如果唔達目標議席，我自身倒上作為首相嘅進退，即係話如果唔過半，佢就辭職，倒咗落去。喺眾議院，自民黨同日本維新會聯合組成嘅高市政權喺成立時，兩黨未達到半數，233席233席，呢一個係參院，呢個眾院，結果呢係吸收咗3個無黨籍，勉強過半勉強過半。由生活成本、安全焦慮，佢而家搞兩樣嘢，佢嘅選舉係兩樣嘢第一，高市選擇喺支持度高漲，反對派分裂，反對派散晒，呢個係物價壓力成為最大嘅民怨時間出手。
佢係講解決呢一個嗰個物價，將選舉轉化為對自己同政策嘅公投喎。佢壓住嘅唔止係勝利，係用大選去俾5年佢去執政，目標係不受限制嘅授權，以推動更強硬、更少妥協嘅強硬路線。呢個就係好啦。佢嘅結果呢，就決定政策推行嘅速度同硬度。結果獲得完全授權大勝嘅話呢，可以更快更硬地推動減稅、加支出、加軍費呢個新配方。佢同安倍三支箭係唔同啊！佢而家唔係講緊貶值，嗰條安倍三支箭其中就係貶值通脹啊！佢係減稅、加支出，而係加軍費。如果只係得微弱勝利咧，授權不足咧，佢就被逼妥協噶咯。佢應該落台噶咯。唔係佢輸咗就落台，唔加一半。佢微弱勝利咧，佢個政策就會溫和啲啦。高市3大綱領嗱，係環繞呢3樣嘢。第一，呢2樣嘢關於啲人民嘅生活嘅。第一，停收食物消費稅，即係咧呢個日本係有個消費稅，係所有嘢嘅。而家咧佢停收咗食物嘅消費稅，點解咧？就因為大多數嘅家庭主婦屋企人最唔開心嘅就係買 grocery 買食物嗰陣時咧覺得貴，所以停咗消費稅，其實就減咗價，啲嘢會減咗價。第二，仲加使多啲錢，使多啲錢咧，咁就係會刺激嗰個經濟，造成更多嘅就業。呢個係咁啲人咧覺得，咦呢個係利好啊。第三，對於呢個安全焦慮，日本係咪安全咧？日本人好擔心啊，中國嚇，咁就尤其是好擔心呢個台灣問題嘅。國防加碼呢2個3大元素，啲嘢貴，經濟會唔會衰退？會唔會俾中共侵略？3招。好啦，停收8% 植物消費稅2年，暫停食物類別嘅8% 消費稅2年，物價上升令到家庭收入增加，立即見效減負。嗱，呢個好受歡迎嘅嘢。咁就係減咗8%，咁即係啲嘢減8%啦。估計收少咗5萬億，5萬億係2000幾億港紙啊，2000幾億港紙。收少2000幾億，咁2000幾億派翻落去，每人係有呢個1000零蚊，每個日本人有1000零蚊，政府稅收減少咗5萬億。點解選擇消費稅呢？因為佢係立即感覺到嘅，立竿見影。企業減稅，益咗企業啫嘛，有排都收唔到。行政補貼，哇，要經過繁複嘅行政審批。我做佢咧，呢個減消費稅等同係現金補貼，等同係現金補貼，而且佢比現金補貼更加快，立即見效。食物係每日家庭開支，而且越窮嘅人，食物嘅比例越高。減稅係最直接、最快換取選票嘅。嗰啲家庭主婦諗下，聽日去買嘢，平咗8% 都開心啦。邊個敢唔減呢？就會俾人鬧到阿媽都唔認得噶啦嘛。45% 選民將物價上升列為最關注嘅問題。當政策擊中最大痛點，無需所有政策受歡迎，係將個痛點轉化為個人品牌。嗱，佢係提出呢一個係佢提出先嘅。而家咧有啲反對派咧就學佢，就話永久取消食物消費稅，但係冇用啊嘛，你冇權啊嘛，係咪？而且佢講先嘅呢個係。財政邏輯將減稅視為槓桿，壓住經濟增長。短期稅收下跌，開支上升，赤字增加。中期呢個增加支出減稅，會刺激就業，推高消費 ，GDP 增加。GDP 增加呢，結果呢一個就名義收入上升，有通脹，於是收入稅收入增加翻，冚翻條數。風險提示呢一套用增長去支付成本，
問題係市場相唔相信呢個經濟動能會令到政府可以收翻足夠嘅錢翻嚟填翻個財政嘅黑洞。國防加碼對華政策轉化為選戰第二支柱，呢個推動防衛支出2%，以前日本支出得1%，呢幾年咧已經係 double 咗。凝聚基本盤，保守派係最支持增加國防預算同對華強硬嘅。轉移焦點，對經濟政策嘅爭議，好似減稅引發嘅赤字，轉移到情緒化嘅戰略，呢個呢好難用經濟理性拆解嘅，因為我哋唔好衰俾人睇日本，呢個係好得到人民意嘅。生活成本、安全焦慮嘅雙軸選戰策略，綁定咗唔同光譜嘅選民。一般大眾就係停收食物消費稅，有着數。第二，保守派增加國防預算，對華強硬，呢個基本盤拉住咗，呢個就係中間選民拉過嚟，形成咗跨越經濟階層同政治光譜嘅廣泛聯盟。反方觀點，每年5萬億嘅稅收造成財政赤字，而你又仲要增加支出添。數目字算唔過嚟，赤字風險好高。高市嘅邏輯重點唔係當下嘅財政平衡，而係回應社會嘅情緒，因為社會覺得好貴啲嘢，你要回應嘅情緒。嗰個社會對嗰個經濟情緒冇咁悲觀，個經濟就會好啲。立即嘅紓困感受 relief， 比長期嘅財政紀律更能夠贏得授權。你猛講財政紀律唔受歡迎嘅，即刻減輕你嘅稅收呢，你嘅支出呢就受歡迎。喺選舉期間，政治情緒凌駕經濟邏輯之上。如果賭注成功，日本有套全新嘅治理配方：減稅、擴大支出、國防優先、更強嘅領導、減少妥協、訴諸民。有咩事你質問佢，我係有民意授權嘅，呢個係。呢次選舉唔止係選人，選出一條短痛換取長利嘅高風險路線，換一個短期冒險增加赤字嚟到換長期嘅經濟增長，呢個就係咁。核心觀點，結構性嘅大勝局，高市早苗具高勝率低可逆嘅戰略優勢，大勝機會極高，只不過勝到邊度嘅啫。第一，佢而家嘅民望好高，一陣我俾你睇下。第二，面臨供給端碎片化，嗰啲反對派係散晒，冇一個有力嘅，冇辦法喺小選區形成1對1嘅決戰，同埋佢只要你哋幾個出嚟選，佢只要多票你哋就贏啦。喺單議席單票制入邊，複製小泉同埋安倍嘅路線，將選舉作為路線公投。我一陣睇呢兩次，以減稅減負對接物價憂慮，以國防敘事營就保守派，兩個引擎動員。好啦，即使贏嗰啲反對派呢係大鑊。第一，日本在野派長期問題唔係缺乏議題，係冇辦法整合，因為呢，佢嘅路線由左至右，內部牽制好大，冇辦法夾埋嘅。佢係有共產黨嘅喎，呢個就係。又有呢，又就有呢個去到維新黨啊、公明黨啊呢啲啦，呢個就係。而且嗰啲日本在野黨呢，冇基層動員能力，基層組織唔夠，被逼抱團，唔係有機結合，好難喺單一選舉協調出最強嘅候選人。即係你兩個黨夾埋都好啦，推個人出嚟支持你個黨嘅人，會唔會投嗰條友呢？呢個都係問題嚟噶嘛。中途改革聯合嘅困境，挑戰者意圖永久廢除食物稅嚟到搶奪呢個主話語權。歷史包袱，部分勢力呢曾經執政，但係冇搞好個經濟，根本唔順利。整合後聯盟入邊呢，意識形態衝突，根本都唔知你乜嘢路線。喺小選區只要做唔到絕對嘅1對1，執政黨可以用相對少數贏走議席。
係唔睇民，唔係淨係睇民團數字，將選舉做成路線公投。參照近3年嘅政治史，成功嘅大選都唔係喺任期屆滿時舉行嘅，係喺政治最有利嗰陣時發動嘅。主要將政治選擇變咗個是非題，你哋自己揀啦，即係咁。嗱，我哋歷史上呢兩次睇下，小泉純一郎因為郵政民營化法案受挫，大選成為對郵政改革嘅公投。當時佢啟動嗰時咧，佢嘅民意支持係50%，結果480席攞到296席啊，犀唔犀利啊？絕對嘅多數。安倍晉三經濟路線、消費稅調整，民調顯示選前一度咧，佢支持率下跌到44%，但係結果470幾席攞到291席。今次佢係60%，超過60%，呢個水準非常罕見。係咪授權佢繼續治理國家？呢個減稅、增加支出同埋增加國防預算。嗱，佢個民調比佢兩個仲高，原理上嚇係超過300席嘅，我話俾你聽，超過300席。引擎一經濟焦慮，策略減稅減負，民眾對大物價同生活成本不滿啊，然後第二加強國防敘事，最後判斷議席放大同不可逆嘅趨勢。短期逆轉難度極大，即係反在野黨要贏翻上嚟，冇乜機會。綜合高市嘅高支持度，而家嘅支持度，佢個人去到70幾，同埋個窗口期好短，唔係話幾個月後先選喎，10幾日後啫，你冇時間去將個民望操翻上嚟嘅。同埋反對派嘅形狀，短期內不可能有勝負逆轉，高市早苗贏緊。議席放大效應，小選區制度傾向放大執政嘅優點。執政個問題唔係贏，係贏幾多嘅啫。戰略總結，高市不僅要贏得選舉，要贏到好多，可以硬推佢嘅政治議程。未來幾年咧難以翻盤嘅政治格局，呢個經過精密計算嘅結構性勝利。我哋解釋呢個擴張性財政政策背後嘅經濟邏輯同潛在代價。高市早苗停收食物稅，增加國防開支，仲加財政寬鬆，短期內減輕民眾負擔，獲得極高嘅政治授權。我預期佢可以有壓倒性嘅席位優勢，超過300席。呢個係我講嘅。市場未因佢嘅高民望而放心啊！我哋睇見市場同埋民意唔同，市場係用錢去投票嘅，債息喺度升緊，匯率跌緊，投資者憂慮財政紀律鬆弛，風險日價上升，市場對未來嘅財政路線投下不信任票。警號一，債息創下27年來新高，去到2.23%， 10年國債孳息率2.23%。擴張性財政承諾提出，日本國債被拋售，所以個利息上嚟，孳息攀到27年來嘅高位。呢個唔係單純市場波動，係市場對長期通脹、財政惡化嘅定價，變咗係2.23%。好啦，日本政府有龐大國債嚇，佢一定要繼續借錢㗎。如果個債息一升，即係嗰啲國債跌，債息升咧，你再借錢嗰時咧，新發債融資就會增加，結果你嘅利息支出就增加，利息支出一增加，你嘅赤字就增加。呢一筆成本唔會因為減稅而消失，因為減稅導致收入下降，財政缺口、利益成本雙邊夾擊。你係個赤字多啲，因為嗰啲人係掟嗰啲國債。債息升咗上嚟，咁於是你去 refinance 嗰時咧就要俾多啲利息，呢個係政府必須付出嘅代價。減少食物稅，每年少5萬億，國防加碼結構性支出。如果冇清晰嘅財源配套，一定要依賴更多嘅債務填補漏洞，債務增加，孳息上升，
赤字嗰條路咧就好難行。嗱，我哋睇一點，日元走弱走勢，結果159跌到，外匯擔心政策組合呈現更日元負面，因為佢唔找緊嗰個匯率。寬鬆政策增加發債，中行緊縮不足，貨幣被拋售。日元走弱並唔係反對減稅，市場反對嘅係一個缺乏可信財政回填方案嘅政策組合。你冇一個方案去減低個赤字，呢個就係我哋睇日元啊，幾乎係跌到新低158、159。高市早苗嘅真正賭局，以增長同埋通脹回填數機，其實佢嗰套嘢就係咁嘅。減稅同刺激咧唔係目的，係一種手段。因為減稅同刺激咧就拉高個經濟，於是就多啲就業、多啲消費、多啲稅收，以擴大嘅稅基嚟到覆蓋赤字增量。呢個就係因為減稅刺激經濟增長，所以嗰個有通脹，所以收多啲稅，所以個赤字咧唔驚嘅。理想中嘅路徑就係良性循環嚟嘅，減免食物稅，釋放咗購買力，推動內需，咁於是收入上升咯，啲企業盈利、工資改善，名義收入推高咗，於是咧就可以用總收入回升嚟到消化嗰個缺口。呢個邏輯勝利咧，政治勝利就會到經濟復甦，短期減負有感，政治支持到穩固 ，GDP 重新站穩上行，脫離通縮心態，財政回收就抵消咗赤字增量，稅務比率冇惡化，初期孳息急升咧，證明係虛驚一場啫。潛在嘅致命傷係時間滯後，收入下跌係即時嘅，刺激效果係滯後嘅。如果國防同社會開支結構性剛性係冇得褪翻轉頭，個赤字你一增加咗就好難減。一旦市場失去耐性咧，孳息上升，直接推高融資成本，日元同債市用更高成本逼政策回調，日元同債市，日元跌，呢個債市跌，咁於是咧政府唔知點做好，就要翻轉頭啦。兩種截然唔同嘅格局。如果高市早苗係賭，有個良性循環，增長速度赤字累積速度，名義收入上升，覆蓋翻個稅收嘅缺口，通脹溫和帶動消費，改革成功。即係咧，佢增長速度咧就因為你減稅同埋增加支出咧而上升。咁於是多啲經濟好啲，多啲人納稅，於是咧冚翻減稅嗰部分。呢個其實係一種 supply side economic 惡性循環，赤字累積速度好高，拖慢增長速度，利息支出變咗赤字放大器，資金外流，貨幣貶值，爆發結構性危機。一係就咁，一係就咁。殘酷嘅時間表，呢場賭局係咪成立1-2年就見政府？經濟增長係咪明顯加速？就業同工資係唔係有改善？如果增長未及預期咧，政策被證明咧，只係將個問題拖後，喺更高嘅債息下邊集中爆發。如果個赤字一增加，你個國債好增加，你冇辦法再增加支出，結果你一定要削支出，一削支出咧，個經濟就下跌啦。一場對 GDP 跑贏財政成本嘅硬性下注，高市早苗嘅改革到底唔係理念之爭，係同時間競賽賭嘅係經濟增長嘅動力，會唔會跑贏呢個債務利息嘅累積呢？用呢套嘢刺激經濟，減稅同埋呢個增加支出，係唔係可以增加到足夠嘅經濟增長，而產生政府嘅收入冚翻掂條數呢？政治一定大勝，經濟漲，市場話俾你聽嗱，呢個就高市早苗嘅豪賭。有咩特價？我話俾大家聽，睇下先。呢個就係獵戶素126蚊，呢個男士維生素96蚊，好平嘅 Form Bio 係7折。呢個男士、女士維生素又96蚊。呢一個 Form Bio 腦消樂
減利老人痴呆嘅175蚊。呢個 FormBio 心血樂係穩定你嘅血管嘅，呢個係心血管全部嘢健康食品全部7折，全部7折 FormBio 呢個好嘛？迎春接福又到咗家人團聚嘅時間啦，一齊享受翻個熱辣辣嘅盤菜啦，真係好幸福嘅。新春盤菜8人份量同12人份量，俏貓貓搜羅最名貴嘅食材，係加咗料嘅。今次有富貴原隻12頭鮑魚、如意鮑汁、花膠筒、韓國大蠔豉、原粒北海道瑤柱，唔少得嘅花菇啦，呢個南乳豬手粒啦、螺片啦、豬肚啦、家鄉炆腩仔啦、爽滑蝦丸啦、炸魚蛋啦、富貴貴妃雞啦，配埋好意頭嘅富貴發財，即係發菜、蘿蔔、芋頭枝竹，形質豐富又足料。8人份量原價1488，新春價1288。12人份量原價1988，新春價1688。門市同網站都有得訂嘅，即日起到2026年2月9號，價格包埋送貨服務，偏遠地方除外。注意，今年嘅送貨只喺樓下交收，唔想送上樓嘅。而材料、而村屋就喺村外交收，送貨日期2月7號到2月20號，預約送貨要5個工作天。大家可以嚟門市自己攞嘅，如果嚟門市自己攞嘅會送一個古法羊腩煲俾你哋嘅。由於新鮮喺香港製造，每日數量有限，售完即止。希望大家食過新春盤菜，身體健康，福滿團圓。